这个是上个礼拜热腾腾发布的 Google 中阶款，售价比较亲民的手机代表 Pixel 8a。我们大家都知道 Pixel A 系列的手机算是 Pixel 的入门款的机种，稍微降低一点硬体的规格，却能够享有最新的晶片，然后 Google 大部分的 AI 功能，用比较亲民的价格让大家比较没有负担的来加入 Team Pixel。那虽然说美金是维持同样的售价，但不知道是台湾物价上涨的原因，还是因为汇率的关系 ，Pixel A 系列的手机在台湾是逐年微幅调涨的。Pixel 7a 比6a 贵了1000块，然后今年 Pixel 8a 在台湾的上市价比7a 贵了1500块，所以 128GB 的版本已经来到了16490块，然后这也是他们首次推出了 256GB 的版本，售价是18490块。理论上我们应该是要拿 8a 来去跟去年的 Pixel 7a 来去做对比，看有哪一些的升级嘛，就是拿中阶款来去做比较。不过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 PC Home 上面 ，Pixel 8 128GB 的版本，它的售价已经来到了16790块，然后256GB 的版本售价是18990块，就只有几百块钱的这个价差而已，所以理所当然，我们一定会拿8来去跟 8a 做比较嘛，对不对？ Pixel 8a 就是减配版的 Pixel 8，他们采用了相同的 Tensor G3 的处理器，一样是8GB 的 RAM， 萤幕下的光学指纹辨识，第一阶的防尘防水等级来到了 IP67， 那电池的容量只有相差83毫安时，就等于是几乎没有差了。那差别是在于它们的充电速度，有线的从27瓦变成了18瓦，那无线的话它是从18瓦变成 7.5瓦，然后 8a 的话它是不支援反向无线充电的。那外观上面毫无悬念的，它采用的是一个 Camera Bar 的设计语言，但是你一看你就知道它是一个 A 系列的手机例如说 Camera Bar 这里它是没有直接延续到侧边的，然后它的视角也更加的圆润，这个弧度看起来我自己觉得尤其明显。那我自己认真的去比较一下市面上面其他的手机，其实它的这个弧度并没有特别的圆，让使用者或者是让我觉得它特别圆的原因，是因为除了这个视角的弧度之外，它的边框这边它采用的也不是一个直角的设计，所以会圆上加圆的这种感觉。好，那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中阶感，就是你一看正面无法忽略的边框，真的是比较粗一点，对吧？当然，为了要 cost down， 它的材质上面也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Pixel 8a 它没有采用康宁的玻璃杯盖，而是采用一个再生的塑胶复合材质，是雾面的。但理论上，它已经接近我最喜欢的样子了。就是在去年我在评测Pixel 8系列的时候，我说过，结合 Pixel 8的雾面的边框 Camera Bar， 然后再搭配 Pixel 8 Pro 的雾面的玻璃杯盖，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个样子嘛。但是可能因为它的材质还有形状的关系，就是感觉还是少了一点感觉。那萤幕上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这一次虽然说是一个中阶款的手机，但是它采用的是跟 Pixel 8一样的 Extra Display， 1400尼特的亮度，2000尼特的峰值亮度。如果可以忽略边框的话，看起来是真的很爽。我们冰岛跟伦敦的 HDR 的影片可以原汁原味的去呈现它的亮度还有色彩。But Google 的刀法它是切在萤幕的表面的这个玻璃上面， Pixel 8a它还是用了康宁 Gorilla Glass 3的规格，这个玻璃规格已经从 Pixel 4a 用到现在了。虽然说它跟 Pixel 8一样，它是有60Hz 到120Hz 的流畅显示，但是预设上面它还是关闭的。虽然说比较耗电，但我个人还是会建议大家记得去把它打开来，使用起来会更加的流畅。那 Always On 的功能也是有保留下来的。那 Pixel 8a 的相机在硬体规格上面，它是跟 7a 完全一样的，无论是感光元件或者是镜头。背面这边它有一个是64 megapixel 支援 OIS 的镜头，还有一颗13 megapixel 的超广角镜头，不支援微距拍摄。那前镜头的部分的话，它是一个13 megapixel 的镜头，照相模式里面它少了一个 Action Pan 的功能这个功能就是当你在拍车子的时候，你可以跟着车子一起移动，然后拍出车子是清晰，然后背景是模糊的这种感觉。不过这一次它拥有了 Pixel 8系列上面才出现的 Ultra HDR 的静态照片规格，所以拍照的升级跟重点应该是要把它放在换上新的晶片之后多出来的一些新功能AI 功能，还有影像上面的调教。那我自己是非常喜欢 Pixel 的计算摄影的，它是可以跟 iPhone 三星这些旗舰的手机一较高下的。尤其是我之前在2月份的时候，我把 Pixel 8 Pro 带去冰岛拍照的时候，我发现它的白平衡反而是
这3家里面最准确的，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上面，它不会显得偏蓝的感觉哦。你可以期待 Pixel 8a 它有很 Pixel 的相机表现，它不会过度的调教，真实的呈现，但是没有旗舰机的那种更大光圈所带来的自然的前景深效果。所有 Pixel 8上面所拥有的 AI 功能 ，Pixel 8a 同样都有哦。注意哦，我说的是 Pixel 8，不是8 Pro， 因为有一些 AI 功能它是 Pixel 8 Pro 独占的嘛。那 Pixel 8系列所推出的那一些魔术修图、完美合照，还有之前就有的一些修复模糊、肖像打光、魔术橡皮擦这些，一个都没有少。那录影规格的方面，后镜头这边它也来到了 4K 60 FPS， 那前镜头的话是只有 4K 30 FPS， 然后都不支援 HDR 的录影规格。那 AI 功能的魔术降噪，就是那个声音的魔术降噪的话，也是有被保留下来的。其实整体的使用感受上面 ，Pixel 8a 它可以给你一个非常 Pixel 的体验，因为 Pixel 的招牌特色，它其实都有，例如说7年的安全性还有系统的更新，内建 VPN 语音转录文字的功能，在 S24系列发布之后，下放的 Circle to Search 功能，还有近期更新的 Gemini 的语音助理，现在你是可以在系统里面去选择说你是要用 Google Assistant 还是要用 Gemini 来当你的手机的语音助理。我觉得 Google 的语音助理它正在转型当中哦，目前就是各有优缺点。Gemini 它感觉速度会比较慢一些些，也还不能够完全的去执行所有 Google Assistant 能够有的功能，例如说 Gemini 它不能够去设定日常的排程，不过它也有一些是比 Google Assistant 更厉害的地方，而且它也是一个未来的方向嘛。Gemini 目前在执行指令或者是跟其他的 App 之间的协调，我觉得它还在学习当中，但是可以期待之后它可以运行的那个 Gemini Nano， 就是可以在本地运行的时候能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表现。所以Pixel 8a 也许你会觉得说它好像没有什么惊喜，毕竟它的本质就是一款中规中矩的中阶手机。老实说，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啊，但是也许是因为它生不逢时啊。如果说 Pixel 8a 它是跟着 Pixel 8系列同时间推出的话，也许它就会变成一个话题性很高，被定义为最便宜的 AI 手机。但是以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说，硬体规格上面它比8少了这么多，然后定价上你又要去跟一个降价后的 Pixel 8来去竞争，我觉得的确是有点为难它啦。除非就是 Google Pixel 的手机，他们的策略跟 iPhone 是一样的，就是Pixel 8永不降价，要不然就是推出的时间点要再更早一点，例如说2月份、3月份，而不是像现在这个时间点这么靠近下一代旗舰机要推出的时间。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揣测，会不会这个就是 Google 的策略跟目的，让你觉得 Pixel 8很值得？哇，那我觉得 Google 这步棋真的就是下对了，城府很深。也许几个月之后 Pixel 8a 它会迎来它价格新的一个甜蜜点，但就此时此刻，我认为 Pixel 8是一个更理性的选择。那如果说你真的要买 Pixel 8a 的话，现在预购 Pixel 8a 无论是在官网还是在 PC Home 上面，记得它有一个3800块的 Google 商店的消费点数，但是它要限定你下次才能够使用。最后，我觉得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期待一下 Pixel 9系列快要推出了，看爆料的讯息，外表这些相当的令人兴奋。